满月，啥子事？事儿大了，这退婚书你把签了。云姐，你也莫怪曼云，我是镇上收粮站的孙大彪。曼云跟到你，只能在这儿土堆堆头跑10次；跟到我，他能在镇上吃红烧肉，坐吉普车。你拿啥子跟我比？周云泽，那就是差距。孙哥这回过来是来收咱们村积压的那批陈米的，只要他点个头，李家就能跟到发财。而你呢？你除了这几亩块烂条的稻子，还有啥子？签了没得？云姐，赶紧签了！李叔，你拿我家的粮袋做啥子？做啥子？这袋子粮食是你当初给定亲的定的，既然退婚了，这粮食我们也得还你。不过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我家里多的是，这些还你。哎呦，不好意思，手滑了。云泽啊，这些谷子你就一颗一颗捡回去嘛，够你吃半个月的，省得饿死。这不是欺负人吗？莫乱说，人家孙大彪可是管收粮的，得罪不起。周云泽，签啊，愣到做啥子？退婚我同意，但这婚书不用签了。孙大彪，你说来我们村真的只是收米啷个简单？废话，全县的陈米指标都在我手头，我想让哪家发财，哪个就能发财。那你可能要破产了。如果我是你，现在就赶紧把仓库头的那些陈米低价处理了。你疯了吧？全县现在缺粮缺得恼火，陈米价正往上涨，你让我处理了。明天早上8点，公社就会下达紧急文件，为了推行精品深加工，全县停止收购陈年旧米，改收高阳价的精品加工粮。你手里囤的那些陈米，明天就是一堆长虫的废纸。放屁！你说老几？公社的文件你能晓得？信不信由你。满月，你既然选了那条路，以后莫后悔。李叔，这些撒了的谷子，你们现在不捡，等会儿求到我莫捡。呸！姓周的，你真是读书读傻了。我们会求你，做你的白日梦去嘛。云泽哥，不许你们欺负云泽哥！李曼云，你硬是不要脸！当初云泽哥教你识字，帮你干活的时候，你咋个不说退婚？现在看人家落魄了，你就找个肥猪来气他？林小伙，你骂哪个肥猪？就骂你，咋个骂？云泽哥，莫理那些没良心的，他们不要你，我要。这些谷子我帮你捡。小伙，莫捡，脏。可是这是粮食啊！听我的，不捡。明天我会让他们要晓得啥子是真正的财富。林小孩，你也就配捡这种穷光蛋了。孙哥，我们走，去我家吃肉。云泽哥，你刚才说的那个文件是真的吗？小伙儿，谢谢你，文件是真的，而且这只是个开始。动作快点儿！孙哥说了，今天收完这批，明天价钱可就没这么高了。看到没得？这就是选对人的好处。某些人说今天文件要变，哼，我看他是想钱想疯了。哟，周大才子，起这么早捡谷子呢？昨晚没饿醒嘛？还有10分钟。啥子10分钟？离你破产还有10分钟。离我破产还有10分钟？大伙儿听见没得？他说我要破产了，我手头捏着粮站的批条，全县的陈米都得听我的，我能破产？周云泽，你这种酸腐气真让人恶心。承认个人没本事很难吗？
非要在这儿丢人现眼。云泽哥，我老汉儿在公社还没回来，但我听说成都的风向真变了。变啥子变？小丫头片子懂啥子？一边待到去。全体社员请注意！全体社员请注意！接上级紧急通知，自今日起，由于全国粮食库存调整，本县所有收购站暂停陈年旧米收储。重复一遍，暂停陈年旧米收储。同时，为了鼓励农产品深加化，县里将拨专款扶持淀粉、粉条等精品加工产业。凡有加工能力的单位和个人，公社将优先提供电力与场地支持。停手了，真的停手了！周云泽说准了，他真的说准了。不可能，我昨天刚囤了3万斤，那个是我全部的家底啊！停手了，我卖给哪个去？孙大彪，我说过，那些米明天就是一堆长虫的废纸，现在是明天了。云泽，云泽，云泽，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你跟公社说，你帮大彪说下情嘛。你说，昨晚你不是说这些谷子猪都不吃吗？不是说求我，除非是在白日梦里吗？云泽，我那是遭他骗了，你帮帮我家那批米头，还有我家借钱收了1000斤。满月，退婚书是你亲手撕碎的，从那一刻起，你家哪怕饿死，也跟我没得关系。云泽哥，咱们走。公社说要扶持加工产业，你会那个对不对？小伙，带我去公社旧磨坊。孙大彪，你那批米如果不想烂掉，明天来磨坊找我。不过那时候价格由我说了算。云泽哥，你要在破地方做啥子？那里连个石磨都是碎的。那是啥子？长得像个大漏斗。这叫土法淀粉分离机，陈米不能直接吃，但可以加工成淀粉。只要把淀粉做出来，价格比陈米翻3倍都不止。翻3倍？那咱们村不是要发财了？不是咱们村，是我们要发财了。小伙，你愿意帮我不？云泽哥，只要是你干的事，我都信。你说要我干啥子？找几个信得过的、家头穷但手走勤快的汉子，告诉他们来磨坊干活，不给工分，给现钱。给现钱？这合适吗？现在是1981年，包产到户了，只要我们能给公社创造利润，这就是正能量。好的，云泽哥，我现在就去村里宣传。要得。周技术员，小伙说这儿能挣钱。今天把这里清干净，明天开始咱们磨粉，每人每天1块钱，干得好还有奖金。周云泽，你到底想咋个样？顺哥说了，他愿意把那3万斤米卖给你，只要你按原价收。原价？曼苗，你还没睡醒哇？那你想要好多5折。啥子？周云泽，你这是趁火打劫！我收过来是2毛1斤，你让我1毛卖给你，我亏死算了。那你就等到长虫嘛。小伙，送客。走，没听到云泽哥说话哇？等到起，周云泽，你真的能把陈米变出钱来？明天那个时候，全县头一批云泽牌精致淀粉就会出厂，到时候你想1毛卖给我，我都得看心情。行，周云泽，你给老子等到起！我去镇子上卖，我就不信除了你我没得别的出路了。你不要我的陈米，有的是要。行啊，慢走不送，小心摔倒啊！哎呦！孙哥，你咋个不看路嘛？云泽哥，这就是你说的白金？等干了，这就是白金。周技术员，这玩意儿真能卖1块2一斤？在识货的人眼头，2块都值。周云泽，我听人说你在变戏法儿，就这白汤仔能值1块2，你骗鬼哟！孙大彪，你那3万斤米卖掉没得？你管我卖没卖掉？我告诉你，我已经联系了县里其他的路子，人家说1毛5肯收。
1毛5，那你赶紧拉起走啊，在这儿显摆啥子？李小伙，你闭嘴！姓周的，我也莫说我不给你机会。你现在给我认个错，承认你昨天是在放屁，我就分你1000斤米，让你不至于饿死。孙大彪，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的样子很像个跳梁小丑。你说啥子？在忙啊？爹，你咋个来了？方厂长，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周云泽，咱们村最有本事的知青。这就是精致淀粉，好纯的成色。周同志，这种细度的淀粉，我们县食品厂正急着要。方厂长，这玩意儿真这么值钱？岂止是值钱，这是做高级粉丝和点心的必需品，省里都缺货。周同志，你这儿有好多，我按1块5一斤，全包了。方厂长，量不多，但这批陈米加工完能出2万斤。好，我先付你500块定金。听说了没得？周云泽发财了，公社主任亲自带厂长去收货，500块定金啊！那可是一笔大钱。周云泽这娃儿，怕是真要翻身了。云泽，你回来啦？啥子事？看你说的，咱们2个这么多年的感情，非要这么生分吗？昨天是我爸妈老糊涂了，说话难听，我回去已经骂过他们了。曼云，你变脸的速度比广报站的文件还快。云泽，我晓得你心里有气，我那是为了刺激你，怕你一蹶不振。你看，你现在不是出息了吗？那退婚书，我其实还没去公社报备，咱们还是未婚。曼云，你听清楚，那张纸我已经撕碎了。对我来说，现在的你还不如小何给我的那个热鸡蛋有温度。李小河，云泽，你莫遭那个野丫头骗了，她是看中了你的钱。哪怕他是看中我的钱，也比你看中孙大彪的吉普车要强。拿起你的东西，滚！莫脏了我的地头。你莫后悔，你以为孙大彪会放过你？他那3万斤米砸在手头，他会找你拼命的。曼云，莫说了。云泽啊，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你看那个淀粉厂还缺不缺人？让你老叔进去帮个忙，咱们还是一家人。全村哪个都可以进磨坊，唯独李家人不行。周云泽，你给我等到起！我看你生气到啥时候！我们走。大表哥，就是那台机器。废话，就是这玩意儿坏了老子的财路，把它给我拆了，关键零件全扔进货头。周云泽想发财，老子让他赔得倾家荡产。你们3个先去把这个磨粉的机器拆了，我去给你们把风。好嘞，大表哥。孙大彪，等你很久了。云泽哥，真让你说准了，这混蛋真敢来，哥几个给我围起来！周云泽，你赢我！我这叫守株待兔，毁坏公社财产，破坏农业生产。孙大彪，你觉得你儿梁战的姐夫保得住你吗？云泽，我错了，我是找李家那老头怂恿的，他说只要毁了你的机器，你就会求到我卖米。李家，正好一并算了。云泽哥，录音和证词都准备好了。孙大彪，想私了还是公了？私了。好，第一，你手里那3万斤陈米，1毛钱一斤卖给我，1分钱都不准涨。第二，写一份保证书，承认你今天所有的行为，还要把你和李家咋个合谋的事写清楚，签上字按手印。第三，明天早上你得亲自开启你的辆吉普车，帮我把第一批淀粉送到县食品厂，而且要在车老婆上挂个横幅：后山村淀粉厂创业先锋。这太丢人了！不办，民兵队长带走。办，我办。大彪，你娃这唱的是哪一出哦？平时不是连公社干部都不拉吗？今天咋个给周云泽当起苦力来喽？孙大彪，走起，记到起，莫走小道，哪儿人多往哪儿冲。周云泽，你过分不过头点地嘛？那就遭不住了。
昨天你带人踩我机器的时候，可不是那副嘴脸。开车！大表哥辛苦了，云泽哥坐稳哈。周同志，你这排场不小哦，两站的孙大彪都给你当起司机来了。孙同志觉悟高，非要支持乡村副业，我拦都拦不住。老方，这就是你说的精品。好家伙，这个细度，这个成色，出口都够格了。那还用说？周同志，这位是县第一百货商场的采购科长，他想跟你摆下长期供货的事。周同志，以后你这儿出来的淀粉，你有好多我收好多，价钱好商量。等到起，方厂长，我是李曼玉，孙大彪的对象，你们莫遭他骗了。他那就是土法子弄出来的，质量根本不稳当，而且他那个厂子没手续，是黑货。我这儿有一批省城来的正规货，虽然贵点儿，但是有保障。马大姐，周同志的货我亲自验过的，轮不到你在这儿指手画脚啊！李曼勇，你不是退婚了吗？咋个还自称是孙大彪的对象呢？哦，你是看孙大彪破产了，赶紧来抱马大姐的大腿了啊！你乱说！周云泽，你这个小打长久不了。马大姐认得省里的领导，一句话就能把你那个磨坊封了。满英，让你失望了。这是昨天下午林主任带我去公社特批的后山村青年创业试验基地的牌照。我不是黑户，我是全县头一个挂牌的私人副业厂。至于你说的省里的货，不介意的话，你可以看下这份合同。这是省食品工业研究所的技术协作单位意向书。方厂长，他们看中的就是我改良的土法分离技术。你咋个可能？你一个知青！方厂长，和谐完了，孙大彪结算完用费，你可以转去了。李满元，你给老子滚过来，丢人还没丢够哦！老李，孙大彪倒了，那批陈米烂在你们院坝头，我们的钱啥时候还？你不是说你女儿要嫁给有钱人吗？有钱人呢？莫吹了，没有吹到，县头想办法去了。哟，云泽回来了。云泽，听说你在县头发大财了，方厂长亲自请你吃饭哇。云泽，大侄子，你救下你叔嘛！你现在是大老板了，那1000块钱对你来说是毛毛雨，你先帮叔把债还了嘛。我有钱，但我的1分钱都只会发给在磨坊流汗的兄弟。乡亲们，淀粉厂扩建，招20个正式工，每个月工资30块，按月发钱，不拖欠。30块！我的个天老爷，比城头工人挣的还多。陈大壮，你来负责登记，只要干活实在的，不管是哪家的都要。但是李家人还有孙大彪的亲戚，一个不准收，哪个敢给他们说情，连到一起开除。还没睡哇？还有最后一点点。我老汉儿让我给你送来的，喊你保重身体，厂子头还指望你嘞。云泽哥，你以后真的不理李曼云了？小何，你觉得我会去捡一个曾经想毁掉我的人吗？那你觉得我咋样嘛？小何，等厂子盖起大砖房，你愿意当那个厂子的老板娘不？哪个要当你老板娘哦？我还没答应你嘞。明天早上记得来我家吃早饭，我给你摊煎饼。曼云，莫了，债主明天就要来搬咱家的柜子了。孙大彪那个废物已经指望不上了。指望不上也得指望。周云泽那个穷知青凭啥子？他现在出入做吉普，全村人都喊他财神爷。我不甘心。不甘心又能咋个嘛？人家现在有林主任撑腰，还有县头的厂长当兄弟。林主任，爹，你还记不记得到镇上那个铁头钱3强？那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狼，你找他做啥子？
周云泽那个厂子现在日进斗金，每天晚上都有大笔现金过夜。只要咱们把消息放给钱三强，说厂头晚上没得人，现金就锁在木柜柜头。这是要坐牢的呀！怕啥子？钱三强那帮人手脚干净，又是半夜动手，只要周云泽垮了，我就能转过去求他。男人嘛，落难的时候最容易心软。就是这儿哇，大哥，听说他姓周的每天把货款藏在2楼的铁箱箱头。废话少说，动手，手就轻点，只要钱，哪个敢还手就废了哪个。钱三强，这大半夜的上我这儿来买淀粉哇？周云泽，你早有防备。你钱三强的名号在镇上响当当，我咋个敢不放？让我猜哈，是不是李家那个老头儿告诉你，我这儿有大笔现金？你不用开枪，我已经晓得了。但你晓不晓得，李老头儿告诉你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发财，是为了让你当替罪羊。啥子意思？他女儿李曼云和孙达标合伙坑我失败，现在他们家的陈米全砸手里了，让你来抢我的钱。抢成了，他们能分一杯羹；抢不成，你坐牢，他们照样逍遥。大庄，去村委打电话，让派出所的同志来一趟。等着去！我愿意指证李家，是老李头亲自来找的我，说你这儿晚上没得人看守，现金就锁在木柜柜头。可以，但指证不是交易，是你各自的态度。主动交代和找人激发性质不一样，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周云泽同志，是你报的警？是我。这3人半夜撬窗进来，被我不网困住了。钱三强，又是你！带走。同志，他们愿意指证幕后主使，这个态度，请你们在笔录头记清楚。放心，我们会依法办理。周技术员，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大庄，咱们做正经生意的人，不能以暴制暴，法律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判决，比我们私下报复强100倍。妈，你说钱三强的事儿成没成？咋个一点动静都没有哦？急啥子嘛？那种人干完活肯定先躲几天噻。李德贵，你涉嫌教唆他人入室抢劫，现在依法传唤你接受调查。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个种地的，我教唆哪个了？钱三强，认得到不？他已经在拘留所头了。根据他的供述，3天前是你主动找到他，告诉他周云泽的磨坊晚上没人看守，存有大量现金，并承诺事后分赃。还有你，李曼云，根据钱三强的供述，策划这起入室抢劫的细节是在你家商量的，你当时在场，请你也跟我们走一趟。我没得，是他乱说。有没得？到招待话说清楚就晓得了。配合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哦。周同志，你这次的做法很对头。所长，您过奖了。遇到不法侵害，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及时报警，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如果每一个公民都像你这样，我们的社会治安会好很多。所长，我有一个请求。你说。钱三强这个人本质上不是坏到骨子头的，他是从小没人管，走错了路。等他服刑期满，如果他愿意改过自新，我想给他一个在厂头工作的机会。你这个想法，我个人是支持的。改造罪犯，帮助他们回归社会，也是我们司法工作的重要目标。等他出来，如果他确实有悔改表现，我们可以帮他联系你。谢谢所长。云泽哥，你真打算以后雇钱三平哇？那要看他自己。如果他真心悔改，愿意靠劳动吃饭，给他一个机会又有啥子嘛？但如果他死性不改，法律自然会再次制裁他。林主任，你能过来一会儿吗？我想跟你聊聊梁站转让的事。云泽，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云泽，这个烂摊子你真打算接哇？孙大彪摊了3000块的亏空，县里要求接手的人必须在3个月头补齐。主任，3000块对我来说不是亏空，
是投资。粮站有现成的库房、发货台，还有全县唯一的粮油加工指标。只要把我的淀粉生产线搬进来，1个月我就能让它扭亏为盈，好气魄！孙大彪已经因为经济问题遭立案了，从今天起，这儿挂牌后山村农副产品深加工一分厂，你就是总负责人。我一定不辜负主任的信任。乡亲们，从今天起，咱们不光卖淀粉，还要卖粉条、卖挂面、卖所有能让咱们变富的东西。跟着我干，你每家每户都贴电视机！后山村在周云泽的带领下，用了5年时间，慢慢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可周云泽却遇到了一个难题。云泽哥，喝口水嘛，这都第3天了。县北河大楼、食品公司，甚至连军昆农场我们都跑遍了。他们虽然夸咱们的粉条好，但一谈到长期供货，全都支支吾吾的。因为有人给他们打了招呼。哪个？马大姐？他不就是一个2道贩子吗？有这么大的能量？我们兼并了镇粮站，断了他们倒腾皮条的财路。那咋个办？粮站的几10号兄弟还等到开工资呢，大壮哥他们家头都快揭不开锅了。郑科长这是想联合全县的国营单位，把我们封杀在镇上。小伙，收拾东西，我们去火车站。去火车站做啥子？我们不卖货啦。卖。既然县城不收，那我们就把货卖到更缺货的地方去。哪儿？北边，那儿的洋芋都要按2卖。我们的红烧粉丝在他们眼头就是金条。动作快，都给老子闭嘴！只许干活，不许出声！云泽哥，还有1个小时，能装完不？小伙，你记到起，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大学，只要能给他们带来活路，这帮兄弟能把命都搭上去。周老板，最后1袋，起火！三强，干得好！这车货要是卖出去了，你那帮兄弟的工资翻倍！谢谢周老板！谢谢周老板！郑哥，你是没看到周云石那副穷酸样儿，带起林小河那个野丫头，在招待所头啃窝头的。一个穷知青，懂啥子商业博弈？全县的国营单位我都打过招呼了，他的粉丝只能烂在镇粮站头喂耗子。他还想进大楼的柜台，祝他的白日梦起。老郑，不好了，出大事了！老田，你也是几10岁的人了，慌啥子？是不是周云县来求你了，让他跪在门口等我心情好？求个喘盘啊！你看这个，这是咱们省食品公司刚发来的紧急公信。鉴于北边大旱，物资极度匮乏，现由于黑市价格暴涨，红烧粉丝在北方某大市已卖到1斤5元，1斤5万。省里要求各县全力收集红烧粉丝，统一调破，凡有货源者，价格可按双轨制高价结算。5元，周云在那粮站头有几万斤红烧粉丝，那岂不是几10万？快去镇粮站！老田，莫管皮条了，有好多收好多，按2元1斤收，快去！来不及了，郑老板，你还要收我的粉丝吗？1斤2元。很抱歉，就在2天前那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的几万斤红烧粉丝已经坐起火车去了北边，在那儿他们不是粉丝，他们是金条。不可能，你不可能有火车皮！没啥子不可能，你垄断了皮条，我垄断了信息。对了，还得谢谢你的封杀，如果不是你断了我的县城销路，我也下不了决心去赚这5倍的暴利。这是50万。郑老板，你觉得这笔钱够买下咱们县的百货大楼不？周老板回来了，发工资喽！云泽，真的挣了50万？准确的说，扣除各种运费和打点，
我们账面上现在有48万5千块。48万，那得买好多头猪哦！啥子猪哦？哪能买下半个县城？老头子，我们得想办法啊！只要是当了咱女婿，这钱不都是咱家的？云子，你还没睡？曼娟儿，前3强就在楼下睡，你想遭他扔出去，还是个人走？云子，我错了，我是遭逼的，是我爹妈逼我退婚的。他们说如果不嫁给孙大彪，就要把我卖到山里头去。演完了没得？曼瑶，你的眼泪现在还没有这瓶墨水值钱。我不求你复婚，我只要能在你身边当个秘书、当个保姆都行。云子，你以前最疼我了，你记得到咱们在河边？滚！曼瑶，最后警告你一次，莫挑战我的耐性。你这种人品，连跟林小河提鞋都不配。又是林小河，他一个村长的女儿，除了会撒娇还会做啥子？他懂你的事业吗？他懂忠诚。3强送客。好嘞。请问周云泽周老板在吗？我就是。您是省外贸局特别顾问韩志远。周老板，你在北方搞的那一出学业调量，可是惊动了省里的领导哦。韩顾问过奖了，小打小闹，解决了北方同胞的一点流量问题。50万的小打小闹，周老板有个机会，不晓得你敢不敢接？请讲。省城第一国营罐头厂现在亏空80万，面临倒闭。省里想找个有冲劲儿、有资本的年轻人承包。如果你能救活他，省里给你特批全省唯一的自主出口权。云泽哥，那是80万的债呀，我们一共才50万。承包费好多？1年5万，但你要负责消化那80万的债务和1000名工人的工资。你不考虑哈，那可是个火坑。在别人眼头是火坑，在我眼头是金矿。给我1个月，我会让省城的人晓得啥子叫云泽速度。我接了。云泽，到了省城，莫忘了我们后山村哦。云泽哥，等发了财，带我也去省城开开眼。云泽，小何这丫头死心眼儿，你带起她我放心，但也怕她给你添乱。你要是真想娶她，就在省城给她个家。主任，你放心，我周云泽这辈子绝不负他。周云泽、林小海，你们等到，我李曼也去不了省城，我也要让你们在省城栽大跟头。云泽哥，听说现在罐头厂的工人正在门口讨债哦，我们就2个人过去，能行吗？放心，小何，我自有我的办法。做啥子的？没看到这儿正讨债呢？找厂长，厂长找条窗户跑了。我就是新来的厂长周云泽。哟，哪儿来的毛头小子？还穿西装？我看是来咱们这儿显摆的嗦。废话少说，拿钱来，不然今天你的车莫想走。都给我听好了。这只是见面礼，我晓得厂里欠了你们半年的工资，但我周云泽既然敢接这个摊子，就有办法让他起死回生。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拿起刚才抢到的钱滚蛋，以后工厂赚钱了跟你没得关系。第二，现在回车间把机器给我擦亮，1周之内我要看到第一批云泽牌黄桃罐头下线，到时候我补出你们所有欠薪，再发1个月奖金。小何，开箱子，钱就在这儿，由林小雨会计监管。你是想带起这几块钱回家买烟，还是想跟到我赚回你的养家糊口钱？妈的，赌一把，兄弟们，开工！去，都给我听到！
周厂长，这不是正干起的吗？一天200罐，不少了。这种垃圾送给猪吃，猪都嫌卡牙齿，这叫黄桃罐头，这叫糖水泡烂肉。从现在起，这条线给我封了。封了？那我们做啥子？没得活干，工资咋个发？不生产这种大铁罐了，我们要生产这种200毫升的小玻璃瓶，加厚糖浆，贴金箔标签，名字我也取好了，叫云泽北京国杯。玻璃瓶，那成本得有好高哦。咱县头人都舍不得买，省城人能买。哪个说要卖给省城人了？我要把它卖给苏联人，卖给那些挥起美金找罐头的外国商人。曹主任，您可是外贸局的红人，那次省里的外贸展会，您得拉妹子一把。曼瑶啊，你提供那个情报很有用。那个叫周云泽的，是不是在承包第一罐头厂？放心，他的货连展会的门都进不到。真的，我就晓得曹主任有本事。那个穷知青还想在省城扎根，我要让他把那50万全赔光，最后跪在街上讨口。云泽同志，我们这儿一个客上都没得，隔壁李曼君跟那个曹主任在一起，他们那儿全是人。小何，莫急，最好的猎人总是最后才开枪。哟，那不是周大厂长吗？咋个在这儿摆摊摊卖罐头啊？那小瓶子是给妈儿吃的吗？曹主任，您看那货色能进我们的外贸名单不？这种三无产品扰乱市场秩序。周云泽，你现在撤摊儿，我还能给你留点脸面。曹主任是吧？你确定你的眼光比那边那位北方考察组的沈青云先生更准？沈青云，人家那是省里的贵客，会看你这种。哎呀妈呀，就是这个味儿，这糖度，这果肉的硬度，杠杠的，这才是咱北方冬天最需要的玩意儿啊！周先生，这果皮儿你有多少？俺们要10万箱。10万箱没问题，但我有个条件。您说。只要能成交，啥都好商量。我要预付50%的定金，而且要用美金结算。成交，咱现在就签。不，这不可能！主任，你快说他的合不合格啊！滚开！周厂长，哎呀，周老板儿，刚才我是跟您开玩笑的。小何，把合同收好。至于曹同志，前3强，再来，送曹同志和这位李女士出去。云泽同志，定金到账了，50万美金换成大团伙，那是200多万块呀！周厂长，以后我们这帮兄弟的命就是你的了。这只是个开始，大团大家分了，但债务我也要在明天全部清空。小何，明天你去把那80万块大领过的债务还了，以后省城第一罐头厂姓周了。那李曼云那边呢？我听说他因为得罪了沈青云先生，找曹同志直接甩了，现在正遭招待所赶出来。路是他选的，现在的他连出现在我账本上的资格都没得。走吧，明天还有很多事。听说了吗？新来的周厂长大发财了，今天要还清所有欠款。吹牛嘛，那可是80万块大团结，他哪来那么多大团结？各位，我是周云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今天凡是拿到第一罐头厂正规欠条的，哪怕是1分钱的利息，我也当场兑付。刘长贵欠款3600块，利息200，总计3800，签字领钱。马德福欠款5000。周总，这是上个季度的财务报表。咋个回事？外销的增长率放缓了。是德意志的汉斯堡果品，他们在东南亚和我们抢地盘，价格压得很死。而且我听说他们的亚特区总裁已经到了省城，点名要见你。见我？是来送礼的，还是来下战书的？恐怕是来砸场子的。
周总，德意志汉斯堡公司的总裁王宇先生到了，他没得预约，但他说如果您不接见，云泽集团明天就会收到海关的查封通知。三强，带几个人下去，把路给我清开。周先生，你的茶很有泥土的味道。王宇先生，泥土的味道才是劳动的味道。说嘛，威胁我的海关是你个人的意思，还是你公司的意思？不，那只是一个友好的提醒。汉斯堡公司决定出资500万美金收购云泽集团51%的股份。从明天起，你周云泽将成为我们公司的亚太区技术顾问，年薪10万美金。滚！你说啥子？周先生，你可能不晓得500万美金代表着啥子，那可以让你们全村的人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500万美金，王宇，你是不是觉得中国人只要见了驴子就会跪下来喊爸爸？你疯了！你晓得拒绝我的后果吗？我会动用所有的国际贸易关系，封死云泽果杯的所有出口渠道，你会变得一文不值。是吗，王宇？你大概还没看今天的晨报。就在3个小时前，我已经和国内最大的内贸商场北京百货大楼签下了独家供货协议。你的国际路线我可以不走，但我的中国市场，你这辈子都进不来。你三强，送客。记到起，王宇先生的脚如果再敢趴进我云泽集团一步，就按照私闯民宅处理了再说。王先生，请嘛。周老板，出事了！省里那3家国营玻璃厂今天早上全把我们的订单退了。理由呢？说是啥子机器检修，起码要停产3个月。放屁！云泽不仅是玻璃厂，我们的纸箱供应商，甚至连运货的卡车队都有人开始挖墙脚。王宇这是要彻底勒死我们的脖子。周总，那个王宇刚才发来传真，上面只有一行狂傲的英文：周先生，没有了瓶子，你的果杯只是烂泥，我的收购合同依然有效，但现在只值200万美金。200万。三强，传我的话，全厂放假3天，所有工人工资照发，外加2斤猪肉。啥子？这时候放假，不都彻底认输了哇？小伙，跟我去一趟后山村。王宇觉得他买断了省城的工业，但他忘了这片土地上蕴含着无穷的创新力量。九爷，这种土配上我们村那种白碱矿，能不能烧出透亮的料子？云泽，你是想烧玻璃，那玩意儿可是精细活，得要洋机器。机器我能改。九爷，我要的不是那种平整的窗户玻璃，我要的是我们后山村土法烧制的琉璃罐，成色不用太匀，但一定要厚，要有那种古朴的质感。那没得问题，只要火候到了，这满山的泥巴都能变成宝。小伙，拿支票出来，给村里拨20万，不仅是我们村，周边3个村的壮劳力全招回来。我要在这1周内建起全省最大的土法玻璃窖。云泽，这能行吗？要是王宇晓得我们用土办法，他不会晓得，他现在正盯到省城那些国营大厂的，他觉得我输定了，肯定会放松警惕。等他的收购团再次上门时，我要送他一份大礼。各位，云泽集团已经停产3天了，周云泽现在除了那堆烂掉的黄桃，啥子都没得。明天早上10点，我会正式接管他的工厂。王宇先生高见了，周云泽太狂了，早该那个才是老板儿。王宇先生，我有个秘密，周云泽那2天偷偷回了农村，带了一帮石匠在耍泥巴，我看他真的是疯了，可能想求神拜佛保佑他嘛。这就是周云泽的智慧吗？走投无路，开始搞巫术了。好，明天我就去现场，看看他咋个表演泥巴变瓶子。周先生，时间到了，你的瓶子呢？如果你交不出货，按照合同，你不仅要赔偿外商的损失，还得乖乖把股份卖给我。王宇，你急啥子？货就在后头。后厨吗？还是你那些泥巴？三强，开仓！是。啊！这是啥子？这根本不是玻璃瓶儿！这确实不是玻璃瓶，这叫大唐复刻琉璃果杯。王宇，你懂外贸，那你懂不懂啥子叫民族艺术附加值？这是我昨晚发给沈清云先生的，
比起廉价的工业罐头，他更喜欢这种带起中国东方韵味的艺术品。他已经决定追加2倍的价格，将这批货作为高端限定版投放市场。不可能，这种土法生产的品质，质量根本不达标。质量。这是后山村特有的粘土和石英砂，经过9次烧制而成的钢化琉璃。王宇，你买断了省城的厂子，却买不断中国人的脑子。现在该算算你违约赶入我供应链的账了。王宇先生，你涉嫌商业欺诈、恶意垄断、不正当竞争，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不可能！我要求联系律师。老李，你那是啥子？起来！云泽，周老板，曼丽他晓得错了，你就饶了他吧。老李，曼云的路是他个人选的，我给他机会了，洗厕所或者滚，他选了洗厕所，这就够了。想要更多，那就拿出诚意来。九爷，以后村里的砖窑改名叫琉璃窑，这是我们后山村自己的手艺，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云泽，你放心，有我在，这窑火就不会灭。小伙，明天发通知，所有跟到我们干了1年的工人，年终奖翻倍。琉璃罐的生产线扩大到5个村子。云泽哥，我们终于又赢了一次。不是赢，是路走对了。只要路是对了，再远都不怕。云泽，你这娃儿比你老头有出息。王宇先生，急着走。周先生，这是法治社会，你无权干涉我的行动。我确实无权，但他们有。王宇先生涉嫌教唆他人破坏生产经营以及多项非法商业窃密，请跟我们走一趟。不，那是诬陷。对了，还有个好消息，你背后的汉斯堡总部因为你投资失败加名誉扫地，今天早上已经正式宣布解除你的全部职务。完了，全完了。曼云的判决下来了，投毒未遂，自首加检举，判了2年，已经入狱了。2年不算重。王宇判得重，教唆犯罪、商业间谍，加起来5年，服完刑驱逐出境。5年够他记一辈子了。曼云入狱前托人带了口信出来，说谢谢我们给他写谅解书。你跟他说，缓刑期间好好表现。后山村加工店的包装车间，我给你留了一个岗位，工资不高，但够养活他和他老汉儿。去嘛，路还长得很。全村人每户发1台彩电，村里的小学，我周云泽全资翻新成砖瓦房，所有跟到我干的乡亲，年终奖1000块。云泽，你可算回来了。二爷，您这话说的，我忘了哪个也不能忘了后山村啊。你看这路，当年你拉淀粉的吉普车就是从这条土路上颠出去的，现在全铺了水泥，下雨天再也不怕翻浆了。那边那排太阳能路灯果然就亮了，村东头那片荒地变成了一个小广场，有凉亭，有石凳，还有健身器材。二爷，这些都是村里个人弄的？可不嘛，你那个加工点带动了全村，家家户户都有了活干。去年村里成立了一个合作社，种果子、养土鸡、做果脯，东西卖到省城去了，供不应求。县里把我们后山村评成了全县的示范村，隔壁几个村都来学我们的经验。这又是哪个的主意？村里人个人弄的。你现在是大人物了，你这儿住过的地方那就是文物。县里文化馆的人说了，要来挂牌保护，叫青年创业教育基地。以后哪家娃儿不好好读书，就让他来这儿站一站，看看你当年是咋个从这间破屋头走出来的。云泽哥，
你现在是文物了。云泽哥，你还记得到不记得到啥子？18年前你刚来后山村的时候，也是这个时候，也是秋天的傍晚，你一个人坐在田埂上啃窝头。你那时候咋个总盯到我看？哪个盯到你看了？我就是路过。路过？你从村里到田埂专门绕一大圈路过？周云泽，你现在学会贫嘴了是吧？小何，谢谢你。谢我啥子？谢谢你那个时候给我塞的2个热鸡蛋，云泽哥，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云泽哥，我们以后就住在这儿吧。好。等干不动了，就种种地，养养鸡，看看山。到时候你得给村里的娃儿们讲故事。讲啥子？讲你从穷知青变成大老板的故事，讲你咋个在磨坊头搞出第一代淀粉，讲你咋个在血液头把粉丝装上火车，讲你在发布会上让他们晓得，只要肯努力，肯吃苦，肯动脑筋，我们后山村的人也能闯出一片天。小何，你还记得到当年我跟你说过的话不？哪一句？你说那个文件是不是真的？我说文件是真的，而且这里只是个开始。那现在呢？现在还是开始。云泽哥，明天早上我给你摊煎饼。好。